混账东西！我是在帮你，你居然胆敢骂我！若不是本身借你力量，你早就成死了，岂能有现在的威风？一阵声音传入楚风耳中，这声音唯有楚风能够听见，那是邪神剑的声音。邪神剑说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愤怒的意味，相反竟是讽刺。我叫你滚，你便滚！我的事情我做主，我的身体岂能由你支配？楚风说道：“小子，别不知好歹！我现在若是收回力量，你觉得你能活着走出此处？你不想灭了孔氏天族，可若你没有我之力量的庇护，他们又是否会放过你？”邪神剑问道：“少废话！从这一刻起，我不允许你再借助我的身体再杀一个人。”楚风说道：“那好，我这就收回力量，叫你死无葬身之地。”邪神剑此话说完，竟真的要收回自己的力量。然而他很快便发出惊讶的声音：“你这个家伙竟然在阻止我！”他很是吃惊，他惊愕地发现，已经给予楚风的力量，他竟然收不回来。你是我的兵器，就该为我所用，别忘记我是你的主人。”楚风说道。此刻，邪神剑早就侵入了他的身体，用杀气间接地掌控了楚风的身体，让楚风本心失守，所以才会大开杀戒。先前孔征站在楚风的面前，孔征楚风是认识的，虽然之前也有冲突，可楚风是真的不想杀他，这让楚风再度恢复了理智。他先前手中的邪神剑颤抖，那是因为在努力地摆脱邪神剑灌输给他的杀气。楚风不想再继续杀戮了，就算孔氏天族对他不公，可他也不该屠灭孔氏天族，毕竟有很多孔氏天族的族人什么都不清楚，对楚风也没恶意，甚至还有不少小辈崇拜楚风，视楚风为偶像。楚风若非被邪神剑那强大的杀意所影响，绝对不可能杀掉孔氏天族这么多无辜之人。现在他已经不想再继续杀，但他也知道，若是邪神剑收回力量，他会死在此处。他放过孔氏天族，孔氏天族却绝对不会放过他。所以楚风用自己的意志力控制住了邪神剑的力量，让邪神剑的力量一直为他所用。忽然，楚风拔空而起，向远处飞掠而去，眨眼之间便消失得彻彻底底。他真的走了。眼见着楚风离去，孔氏天族的稍微松了一口气，可是他们心中的惊恐却是难以平复。楚风虽然走了，可是那漫天的血云还在，那血云就像是凌驾在他们头上的一把利刃，让他们心中难安，觉得随时都会被楚风所杀。但是当楚风走后，那血云也是开始渐渐消退，那股滔天的杀意也是彻底消散，这才让他们相信楚风可能真的已经走了。只是此刻的孔氏天族已是一片狼藉，只是短短片刻的功夫，孔氏天族便有近一半的建筑被楚风摧毁，1/3的族人被楚风斩杀。幸亏有很多族人外出，否则这个损失会更惨。族长大人！这一刻，孔氏天族的众位长老才拔空而起，将跪在虚空之上的孔氏天族的族长从空中搀扶而下。族长大人，这楚风他怎么会拥有如此力量啊？幸亏他走了，否则今日我孔氏天族怕是要灭在他的手中啊！族长大人，看来我孔氏天族的5位太上长老都死在了他的手中，我们今日损失实在太惨重了。此刻，那些年迈老者，那些5祖巅峰，一个个的竟是泪流满面，他们自然很痛苦。这可是他们的种族，先前他们的种族差点就被灭了。楚风，他真是太凶狠了，今日之仇，我与他不共戴天。在伤心的同时，也有长老发出愤怒的咆哮，不要再找楚风麻烦。然而就在这时，孔氏天族的族长却是虚弱的开口。听得此话，孔氏天族之人皆是一愣，他们看向族长的目光充满了意外。他们的族长可向来是一个有仇必报之人，今日这番话可不像他的性格，似是明白众族人所想。孔氏天族族长继续道：“是我决断错误，不该对楚风出手的。哪怕楚风让我孔氏天族覆灭，也是咎由自取，错都在我。你们要恨就恨我，要怨就怨我吧。”孔氏天族族长说道。“可是族长大人，这也不能怪你啊，毕竟是预言大师预言的结果，就算怪也该怪预言大师。”长老说道。“预言大师并没有错，他的预言发生了。今日我孔氏天族就差点覆灭于楚风手中，只是没有想到让楚风对我孔氏天族出手的原因，竟是我们自己。”呵，孔氏天族苦笑着说道，在他的脸上充满了愧疚之色。看到这样的族长，孔氏天族之人没有责怪，反而很是心疼。这可是他们的族长，向来威严四射、霸气绝伦的族长大人，此刻已经失去了本该有的气势。他们知道，让他们族长大人变成这个样子的原因是一个人，那便是楚风。可楚风终究是差点毁了我孔氏天族，这个仇怎能不报？仍有长老不想善罢甘休。楚风已经手下留情了，若是再招惹他，那是何等下场？还用我说？莫非我们自己坑害了自己一次还不够，还想坑害自己第2次？若再招惹到楚风，那下一次也许我们就没有这么幸运，那个预言就真的全部应验了。孔氏天族族长说道。而听得此话，那些不甘心的长老们也都沉默了。的确，楚风虽然只是小辈，虽然只是一位半祖巅峰，可是先前楚风的手段他们都见识到了，连他们的族长大人在楚风的面前都没有一战的能力。他们这些人谁能与楚风抗衡？只是一把血红色的长剑，就让楚风站在了无敌于天下的位置。以先前楚风所展现出的实力，莫说是他们，怕是整个百炼凡剑也是无人是他的对手。楚风的确不能再招惹了，这是孔氏天族此时此刻无数人心中的想法。而此刻楚风正快速地飞行在天际，他所过之处都有血色乌云浮现，天地之间都散发着滔天的杀气，那杀气令万物退避。忽然一阵诡异的笑声传入楚风的耳中，是邪神剑。你笑什么？我不会再被你的杀气所吞噬。楚风说道。虽然嘴上这么说，可楚风心中却并没有底气，因为邪神剑灌输给他的杀气的确太恐怖，他眼下
之所以离开孔氏天族，之所以向无人生活的区域行去，就是害怕再度被那杀意所控制，再度滥杀无辜。小子，我之前就和你说过，你征服不了我，只会为我所用。邪神剑说道。你什么意思？楚风意识到了不妙，既然你如此不听话，那我便只能夺取你的肉身，叫你做我的傀儡了。邪神剑此话说完，楚风的神色顿时大变，他感觉一股难以形容的气息正在顺着邪神剑涌入他的身体，那气息太古怪，太可怕，就好像在吞噬他的皮肤，吞噬他的经脉，吞噬他的骨骼，吞噬他的大脑，吞噬他的心智，要吞噬他的一切。最重要的是，那气息想要把楚风封锁起来，竟是要取代于他，是要彻底掌控他的肉身。这种情况下，楚风赶忙放手，想将手中的邪神剑丢掉，然而他却连放手的力气都没有。此刻他的肉身竟然已经不再受他所控。蛋，怎么办？我的肉身！楚风感觉肉身就要被夺，无奈之下只能向女王大人求助。想不到这把魔兵这么厉害，我已经想办法帮你夺回肉身了，可是他封锁住界灵空间，我根本没办法出去帮你抢夺肉身。女王大人说道。难道说我真的要将我的肉身交给这个家伙？此刻楚风非常的无助，而无助的时候他也非常的痛苦，自己正在渐渐失去自己肉身的掌控权，这让他想到了苏柔和苏美。苏柔和苏美就是被月仙夺走了肉身，此刻他也即将被邪神剑夺走肉身，所以他能真实的感受到苏柔与苏美之前被月仙夺走肉身时所体会到的痛苦。不过月仙与邪神剑又有所不同，月仙是有事要做，必须暂时夺走苏柔与苏美的肉身，可是邪神剑不同，楚风的肉身若真的被邪神剑所夺取，那怕是要有一个大魔头就要在这百炼凡界内大开杀戒了。想到此处，楚风便开始集中自己的精神力，想要努力的夺回自己的肉身。没用的，就凭你拿什么来和我对抗？邪神剑发出讽刺的笑声，尽管对于这个讽刺，楚风很是愤怒，可实际上他却真的没有办法与邪神剑对抗。然而就在这时，楚风的丹田之内忽然散发出古怪的气息，扩散到了楚风的身体。下一刻，楚风便发出了痛苦无比的叫声，那声音不仅是楚风发出的，还是邪神剑所发出的。此刻楚风与邪神剑都在承受着难以承受的痛苦，而那股古怪的气息并非没有来处，那的确来自楚风的丹田，但却与楚风的天极血脉无关。那是一片竹简，呈暗金之色，不仅散发着浓烈的远古之气，更是蕴含着一股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至尊之气，是它带给了楚风此刻的痛苦。在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下，楚风渐渐地感觉自己好像掌握了自己的肉身，只是他的头脑却变得不太清晰。这种时刻，楚风的意识竟然开始变得模糊，但是他能感觉到他的身体还在移动着，只是他不知道他在前往何处，不知道在去往何方。浑浑噩噩中，他只感觉过了许久，但具体的时间他却根本算不清，他的大脑非常混乱。唯一知道的是，在这期间，他的身体一直在天空飞行，邪神剑似乎也在他的手中。浑浑噩噩中，楚风睁开了双眼，他惊愕地发现自己躺在一片树林中，这里阳光明媚，鸟语花香，而周围的一切，包括天空，看着都是如此的熟悉。楚风，你醒了！忽然，一道悦耳的声音在楚风耳边响起，顺声观望，楚风可以看见一名少女正背着小手站在楚风的身旁，笑眯眯地看着自己。这名少女长得非常甜美，尤其她笑起来的样子更是灿烂无比，充满了阳光的气息，很是迷人。小美，看清这名少女后，楚风激动地站起身来，一把将这位少女抱在了怀中，因为眼前的这名的少女不是别人，正是他朝思暮想的爱人苏美。怎么了？睡了一觉，怎么跟傻了似的？苏美诧异地说道，小脸竟也变得通红。楚风，你在对我妹妹做什么？然而就在这时，一道严厉的声音忽然在不远处响起，声音之响亮，连林中的鸟儿都被惊得飞起。抬头观望，楚风发现在不远处还站着一名女子，这名女子身材妖娆，气质逼人，竟是苏柔。楚风，放开我妹妹！苏柔指着楚风，愤怒地呵斥道。太好了，你们都在这里。楚风倒是放开了苏美，可是却扑向了苏柔，一把将苏柔紧紧地抱住。楚风，你做什么？你真是放肆，竟敢对我无礼！苏柔恼羞成怒，一把就推开了楚风。小柔，你怎么了？楚风很是诧异，不太明白苏柔为何如此激动。哈哈，姐姐，你就别装了，我知道你也喜欢楚风的。苏美站在一旁哈哈大笑起来。小美住口，你胡说什么？苏柔脸色绯红，像是苹果一般，这让她原本诱人的脸蛋增添了一抹可爱，看上去反而更加的诱人。你不喜欢楚风，为何脸红？苏美说道。苏柔脸色越来越红，随后竟拂袖而去，她是真的生气了。姐姐，别生气嘛，人家和你开玩笑的。苏美蹦蹦跳跳的向苏柔追了过去。见状，楚风也想要跟过去，可是他却惊愕地发现自己竟然难以迈出寸步。小柔，小美，等等我！楚风赶忙开口呼喊，然而苏柔与苏美却像听不见楚风说的话一般，很快消失在楚风的视线中。随着他们的渐行渐远，楚风的眼前也是变得漆黑，能够听到的唯有苏柔那充斥着怒意的脚步声，以及苏美那悦耳的笑声。小柔，小美。忽然，楚风猛然坐起身来，此刻的他仍坐在一片丛林之内，只是此处的丛林却与先前的丛林全然不同，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那是梦，刚刚的是梦，好逼真的梦。楚风恍然大悟，先前的场景是青龙宗的山林内，苏美还是少女17，苏柔还是青龙宗的长老，他们两个都还不是自己的恋人，那的确是梦，只是这个梦境太真实，真实到像是一把利刃刺中了楚风的心。此刻的楚风浑身上下都很痛，就仿佛身体被撕裂了一般。
那种疼痛让他难以忍受。可是眼下身上的疼痛却远不如心中的疼痛，那是对苏柔与苏美的思念，以及楚风对他们的愧疚。可在感伤之时，楚风忽然发现了他右手之上的邪神剑，先前发生的一切让他顿时都想起来。他可清晰地记得，邪神剑差点就夺取了他的肉身。想到此处，楚风赶忙将邪神剑丢到了远处，随后便想将意识投射到界灵空间内，想要看一看女王大人的情况。可是他惊愕地发现，他竟然无法进入界灵空间，也根本感受不到界灵空间内的情况，就好像界灵空间从他的体内消失了一般。蛋蛋，你没事吧？万分紧张之下，楚风赶忙呼唤起来：“楚风，你终于醒了，你怎么样吧？”就在此时，女王大人的声音传来，声音与楚风一样，同样充满了关切与紧张。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楚风悬在心头的大石头终于放了下来。这个声音响起，便说明女王大人至少还活着。蛋蛋，我没事，你呢？你怎么样？楚风焦急地问道。女王大人对于他来说太重要了，非常担心女王大人的安危。我也没事，看样子你已经夺回了肉身，这我就放心了。女王大人此刻也很是喜悦。蛋蛋，我之前意识模糊，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我们现在这是在哪里？楚风问道。虽然这里他并不熟悉，可他能够确定这里一定不是孔氏天族，并且距离孔氏天族很远很远。之前我与你的联系被隔断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我也不知道这是哪里。不过也许你可以问一问那边的那个人。女王大人说道。而其实不用女王大人说，楚风也是发现不远处一个少年正在向楚风走来。这名少年大概15、16岁的样子，可是他却有着一品武帝的修为。一个15、16岁的少年竟有着武帝的修为，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吃惊的事情。毕竟楚风15、16岁的时候还是那样的弱小，武帝那简直就是传说。但是此刻的楚风却并没有太多的惊讶，因为这里是百炼凡界，是真仙强者统治天下，五祖强者遍地都是的世界，武帝简直不值一提。这名少年穿得很是朴素，甚至有些破烂，不过长得倒是很阳光很干净。此刻他的手中拿着一个水壶，看到楚风之后顿时狂喜无比，不由得加快了脚下的步伐，很快便来到楚风近前，说道：“这位大哥，你总算醒了，我还以为你醒不来了，快喝点水，这可是我从御水壶内取来的水，有疗伤提神的效果。”话到此处，少年打开了手中的水壶，递到了楚风的身前，果然一股清凉的气息自那水壶之中传来。眼下楚风已经知道，多半是自己昏迷于此，被这个少年发现了，谢谢。而眼下楚风也的确口渴，所以直接将那水壶接过，大口大口的喝了起来。而喝过这水之后，楚风身上的伤痛竟真的好转了一点，不由心生感激，对少年说道：“兄弟，是你发现了我，非亲非故，你却这样关心我，谢了。”客气什么？举手之劳而已。少年哈哈笑道，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倒看得出来他是一个热心肠。兄弟，请问一下，这里是什么地方？楚风问道。什么地方？这里是枫叶林啊。少年说道。枫叶林。楚风四下观望，便发现此处倒的确尽数枫树，只不过这里的枫树比正常的枫树要高达几十倍，枫叶也更加茂盛，一眼望去倒是很美。但是他思索了一番，却从未没有听过这个地方。不过看样子这林子不是很大，想必在百炼凡界也不是很出名。但只要想一想，自己并没被邪神剑夺取肉身，这便是好事，并且此刻身体虽痛，却也能自由活动，便说明邪神剑对他的反噬并不是非常严重，不免有些庆幸。那是，可忽然之间，楚风神色一变，他在少年的腰间发现了一块令牌，而那令牌上写着4个大字：远古战族。楚风可是深深的记得，在这百炼凡界，大约5万年前出现了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此人名为战海川，手持银枪，身穿银甲。自他出现之后，便无疑败绩，很快成为百炼凡界最强之人。但战海川成名没多久便消失了。当他再度出现之时，少有人知晓，唯有落峡谷的第2代谷主知道。战海川找到落峡谷的第2代谷主，并且与他结为挚友，传其功法武技，这才成就了落峡谷今日的辉煌。后来战海川死去，将墓地建于落峡谷禁地内。战海川墓地消失，楚风还曾受落峡谷现任谷主之托，进入禁地帮忙寻找。后来遇到了一只神秘的老猫，那老猫自称虎爷，还说他是佛光天寺的开山祖师，并且实力非常强大。战海川的墓就是被他给盗了。那老猫的实力强大到难以估量，楚风觉得他多半不是百炼凡界的生物，但是就是如此强大的老猫，却被困在战海川的墓地多年。若不是楚风到达后被那老猫利用，老猫多半是难以脱困。由此可以想象，战海川的确很强，至少强过那只老猫许多，否则不可能只是一个目的就将那老猫困住。想必在战海川离开百炼凡界之后，他的修为又进入了一片新的天地，也许在那高手如云的上界也是有着一席之地的。而这个了不起的战海川便自称是远古战族之人。可是据楚风所知，远古战族虽然也在百炼凡界内，可是那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几乎没人可以找到的世界。现在怎么会出现远古战族的人？是自己不小心进入了那个世界，还是又有远古战族的人出世了？或者说这位只是一个冒名顶替之辈，实际上与那远古战族没有半点关系。兄弟，你这令牌从何而来？楚风问道。从何而来？这是我的呀。少年说道。你的？楚风目露惊讶之色。这位大哥，这个令牌当然是我的了，你该不会以为我是捡来或者是偷来的吧？实不相瞒，我名战灵童，不仅是远古战族之人，还是远古战族的少爷。少年得意地说道。少爷？楚风，你告诉他，叫他别在这逗了，看他这打扮，说是农夫还差不多，哪里像个少爷？女王大人讽刺地说道。我的女王大人，
人不可貌相，我倒是觉得他不像是一个爱吹牛的人。楚风看着少年淡淡一笑，随后问道：此处可是百炼凡界？百炼凡界？这里当然不是百炼凡界，这里是战族古域。这位大哥，我知道你为什么昏过去，而且昏得那么死了，你是不是尝试着冲出战族古域，进入百炼凡界？我劝你还是别再试了，战族古域我们是出不去的，这么久了，除了战海川前辈，还没人能够走出战族古域，进入那百炼凡界。少年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对楚风耐心的劝道。然而少年的这几句话映入楚风耳帘之后，却如同惊雷一般，在楚风内心炸响，使得他难以平静下来。楚风发达了，看来这个战族古域就是当年战海川修炼的地方，你若是找到他悟道之地，那你的修为也定然能够突飞猛进啊！女王大人欣喜若狂，楚风的脸上也同样是露出了难以掩饰的喜悦之色。这个道理他自然清楚，他现在的体内已经积攒了大量的天地能量，需要的只是突破的契机而已。而战海川的悟道之地，那定然是一个不凡之处。楚风若是找到那里，定然会有极大的收获。然而就在这时，远处的天际忽然传来阵阵轰鸣之音，抬头观望，一大片黑色的乌云携带着道道雷霆，正在快速袭来。大哥，快跑！是远古妖族之人。此刻那名少年神色大变，说话之间便向远处逃去。然而就在这时，四面八方都出现了那黑色的乌云，都在向他们的方向汇集而来。糟了，我们被包围了！见此一幕，少年顿时面如死灰。见少年如此慌张，楚风不由得动用天眼观察四方，这才发现那四方乌云之中竟然有着千军万马。可楚风还是一眼就看出他们乃是妖兽，因为他们的眼睛是绿色，头发是绿色，耳朵也不是人的耳朵，并且尖牙利齿。尽管大多数特征都与人类相同，但他们的确是妖兽。这些家伙是什么来头？楚风对少年问道。这些家伙是远古妖族之人，与我远古战族乃是对头。这下惨了，竟然这么快就被他们发现了。少年说话之间，便抬手抓住了腰间的令牌，猛然用力，竟然将那个令牌给硬生生的捏碎了。楚风知道少年想干嘛，少年是不想让那些远古妖族的人知道他是远古战族之人，所以才毁掉令牌。想必远古战族与远古妖族乃是敌对势力，其实你不用怕他们。楚风说道。我了个去！我说这位大哥，你也太孤陋寡闻了，该不会不知道远古妖族的凶残吧？见楚风如此有恃无恐，少年的眼中充满了震惊，那个目光就像看待傻子一样。他们不过是一群半祖而已，其中最强的也不过是五品半祖，这种实力他们今日伤不了你。楚风拍着少年的肩膀说道。这个少年只是一品武帝，面对这些半祖强者自然很是害怕。然而楚风可是9品半祖，所以这些家伙就算数量再多，楚风也全然不放在眼中。这位大哥，你见楚风如此淡定，少年看向楚风的目光又变了。他忽然发现楚风不像是孤陋寡闻，而更像是胸有成竹。这一刻他觉得也许眼前这位真的能够对付这些妖族大军。大胆人类，竟敢闯入我远古妖族地盘，你们是活腻了不成？很快的，那群所谓的远古妖族便将楚风与少年团团包围。不过在那乌云之中，虽有数千妖族之人，可只下来了4个，这4个都是一品半祖的修为而已。显然他们是根本就没把楚风与这个少年放在眼中。诸位大人，我们只是迷路了，不是有意闯入你们的地盘的，求你们放我们一条生路吧。此刻那位少年竟然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苦苦求饶，那叫一个谦卑，全然没有远古战族少爷的样子。他先前的确是觉得楚风有可能对付这些妖族之人，可是他的想法只存在了一瞬间。当这些妖族之人来到他的身旁后，当他感受到半祖那强大的气息后，他瞬间又觉得他们今日已是大难临头，求饶是唯一能够生存下去的机会。起来，何必给他们下跪？男人要有尊严。楚风一把将少年给拽了起来。你倒是有尊严，我就问你，尊严重要还是命重要？一位远古妖族之人用那异样的目光看着楚风，自然是尊严与命皆重要。楚风回道，如果让你选一个呢？妖族之人用戏谑语气问道。这个很难选，只是你们还没有资格让我选。楚风微微一笑，只是这个笑容却是意味深长。我们没有资格。听得此话，远古妖族面露怒容。别说你们，就算是上面的那个5品半祖，也都没有资格对我说这种话。楚风指着那5品半祖所隐藏的乌云说道。这一刻，远古妖族竟然怕了，不仅他们怕了，就连乌云之中那位5品半祖的存在也是面露惊容。他可是隐藏了修为的，按理来说，除非实力比他强横，否则是绝对不可能看穿他的修为的。但是现在楚风竟然一眼看穿，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楚风的实力要在他之上。你到底是什么人？此刻乌云之中传来了一道凝重的声音，这自然是那位5品半祖所说的话。你若非要我回答，我只能说我是你们招惹不起的人。楚风此话说完，冲着天空轻蔑地摆了摆手道，快走吧，趁我还没动怒，赶快消失在我面前，否则你们便要后悔了。面对楚风此等侮辱性的言语，远古妖族之人更是愤怒，然而却没人敢对楚风如何。这位大哥，原来你真的如此威猛啊！此刻那位远古战族的少年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充满了敬佩与崇拜之色。他又不傻，能够远古妖族的反应中看出来远古妖族是怕了，这便说明眼前这位男子绝对非常厉害，否则怎么会让远古妖族的大军害怕？真是大胆！我告诉你，这里可是我远古妖族的地盘，你区区一个人类，休想在此处撒野！一个站在楚风身前的远古妖族之人指着楚风说道。但是他说此话的时候，浑身上下都在瑟瑟发抖，甚至就连声音都是带着颤音的。
由此可见，他是多么的慌张。我就撒野了，你能奈我何？楚风对那妖族之人说道。说这话的时候，还向前踏出2步，来到了那妖族之人的近前。我让你撒野！那妖族之人说话之间，便猛然一拳轰出，正对楚风的面门。这一刻，楚风微微一笑，对方的速度太慢，全都被他看在眼中。只要他想躲，轻易的就能躲开。怎么回事？然而下一刻，楚风就慌了。他惊愕的发现，对方速度慢，可他的速度更慢。面对对方这弱到了极致的一拳，他竟然躲不开，一拳击中，不偏不倚，正中楚风的面门。对方好歹是1品半祖，这一拳的威力可是非同小可，直接把楚风轰出几千米远，一路飞过，不知撞断多少大树，撞破几块大石。然而楚风落地之时，身上竟然没有一丝伤痕，但是楚风的脸上却是挂满了茫然之色。怎么回事？我怎么可能躲不开？楚风很是惊讶。快检查一下你的修为，女王大人提醒道。怎么会这样？我的修为竟然只是9品5帝。楚风傻眼了，他此刻的修为根本就不是9品半祖，而是9品5帝。他的修为竟然倒退了，并且还倒退了这么多。奶奶的，还以为你多屌，原来这么废物！兄弟们，给我揍他！见楚风竟被一拳轰飞，那些远古妖族之人顿时围了过来。不仅是先前的4个，从乌云之中又下来了几十人，他们围着楚风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可以看出，先前楚风把他们激怒了，所以此刻自然要好好教训一下。而面对对方的群殴，楚风竟然只能选择挨打。毕竟他现在的修为只是9品5帝，根本就不如对方，并且结界空间被封锁了，楚风连结界之术也是使用不了。可恶，怎么回事？为何我的修为不见了？可是我的肉身还是半祖的肉身啊！楚风对女王大人问道。他能感受到，他此刻的修为的确只是9品5帝，否则不可能躲不开那区1品半祖的攻击。但是他的肉身还是9品半祖的肉身，否则不可能这群半祖强者这样打他，他连一丝疼痛都感觉不到。楚风肯定是出了问题，也许这就是邪神剑的反噬，界灵空间被封锁了，你的修为也被封锁了。对，是被封锁了，你的修为只是被封锁了，并非是丧失了。女王大人说道。蛋蛋，你可有什么办法能让我恢复修为，或者打开结界空间？楚风问道。此刻的他感觉好丢人，先前那样显威风，现在竟然被人暴打，丢人，太丢人了。他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这么丢人，真是感觉自己这么多年的脸面都在此刻丢光了。若不赶紧恢复修为，把这群家伙打得落花流水，那楚风这一世英名就要毁在今日。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所以根本帮不到你。但是楚风，你只是修为被封，肉身却依旧是9品半祖，只凭这些虾兵蟹将根本就伤不到你。可是你却又偏偏无法奈何他们，除了挨打就只能挨打。我劝你暂时先认个怂，等你修为恢复再找他们算账也不迟。女王大人说道。让我向这群家伙认怂？楚风自然不愿意，但是想了想，对方下手挺狠的，若是一直打不伤自己，难免会对他产生怀疑。虽然这些家伙打不伤楚风，可就像女王大人说的，楚风也不能对他们如何。若是他们发现楚风的异常，搞不好会把楚风带到远古妖族的族群之中，万一那族群之中有真仙强者怎么办？就算没有真仙强者，有五祖强者，楚风也是要遭殃的。想到这里，楚风便趁着对方打他的时候，取出了一颗特殊的丹药，悄悄吞入了口中。我擦，你还吃禁药？以为吃禁药就能打过我们吗？楚风吃药的动作被发现了，他们都以为楚风是在吃禁药，于是下手更狠了。而那丹药刚刚入口，楚风便开始七孔流血，浑身淤青，很快就面目全非了。而这是一种特殊的伪装丹，它会让服用者看起来身负重创，但实际上那只是伪装的效果，服用者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楚风当初只是贪玩，所以练着玩的，没想到今日还派上用场了。别打了，别打了，再打你们就把他打死了。这时远古战族的那位少年跑过来求情，而对于少年的求饶，那些妖族之人却是不为所动。人族果然都是只会虚张声势的废物。忽然天际之上传来一声充满讽刺之意的声音，是那位五品半族所说的话。而此话落下之后，那漫天的乌云也是开始退散。这些大军显然发现楚风不强，所以便不想在此浪费时间，只留下这些妖族之人来收拾楚风二人。而当漫天的乌云彻底消失，那些妖族大军走后，那群妖族之人才纷纷停手。虽然停手，不过他们却并没打过就此罢休。先前那么牛逼，还以为你多了不起，搞了半天如此废物。但是你勾起了我们的怒火，想要活命就给老子们下跪，否则今日非打死你不可。远古妖族的人说道。楚风没有言语，他自然不会向这种货色下跪。对于楚风来说，尊严很重要，但是楚风也明白眼前的形势，正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所以他不会再说顶撞的话，所以他选择了沉默，也可以说是装死，不说话。我让你不说话。说话间，那群人对楚风又是一顿拳打脚踢，甚至还有人对楚风动用了武技。这个时候，楚风吞下的那颗丹药再度发挥作用，楚风已经浑身是血，面目全非。算了算了，再打就真把他打死了。现在矿区正缺人，打死他不如累死他，起码能为我远古妖族做些贡献。有人说道。也对，看他连话都说不出来，怕是已经昏死过去了，真是个废物。不过说实话，这个家伙的骨头还真硬，居然打得我手脚发麻，搞得我都不敢直接用拳脚打他了。何止发麻，感觉自己像打到金刚做铁板一般，真是疼死了。不过看他现在这个惨样，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骨头硬了一点而已。远古妖族之人对楚风议论纷纷，把他们的乾坤袋拿出来看看，看里面有什么宝物没有。有远古妖族之人说道。别，虽然大人走了，可是咱们这里的规矩你要清楚，
不许私自没收这些人族的东西，要等他们在矿区累死后，再将他们身上的宝物交给大人。再者说了，你看这两个家伙的穷酸样，像是有宝贝的吗？有人劝道，果然是穷鬼，快看，这还有一把半成地兵，好歹也是5弟了，居然还用半成地兵。有人将那把邪神剑捡了起来，随后对那少年问道，这是你的？不是他的。少年指着楚风说道，这个废物连地兵都用不起，居然还跟我们吹牛逼，说不将我们放在眼里，若不是矿区缺人，今日我非要活生生把他撕碎了为我的宠物，否则难消心头之恨。那些远古妖族之人看向楚风的目光中充满了鄙视，他们已经确定楚风就是一个吹牛逼的家伙，一点真材实料都没有。可是先前他们居然被楚风给唬住了，越想他们越是生气，想到生气处，竟然有人冲过去对楚风又是一顿拳打脚踢。不过虽然是拳打脚踢，但他们都是用武力攻击，没人真正的用自己的身体与楚风去硬碰。虽然不知道原因，但他们却不得不承认，楚风的肉身真的硬得连他们的拳脚都承受不住。小子，这个给你，你替他收着吧。那个捡起邪神剑的家伙很是嫌弃的，将邪神剑丢给了少年。之后这些远古妖族便将楚风与那少年带入了一座矿区之中。这座矿区非常之大，由远古妖族之人把守，但值得一提的是，矿区之中挖矿之人竟然都是人族之人。眼下天色已黑，可是那些人还在忙碌着，开采的声音响彻大山四处，那声音嘈杂刺耳，同时也令人心酸。楚风是装昏的，虽然界灵空间被封，修为被封，可奇怪的是他的天眼依旧可以使用，所以楚风发现先前离去的那些大军其实也都来自这里，想必他们就是负责这个矿区的。不过此处的最强者却不是先前看到的5品半族，而是一位6品半族，但是无关紧要，只要楚风修为恢复，就算是9品半族，楚风也不惧怕。问题是楚风该如何恢复修为？扑通一声，楚风与少年被丢在了矿区某处的地上。你们两个从今以后就住在这里。小子，这颗丹药给这个废物服下，今日你们可以休息一晚，明日就给我好好干活，若是偷懒，叫你们生不如死。丢下一颗丹药。又说完这番狠话之后，妖族之人便走了。少年将楚风拖到了他们日后要住的地方，那是一个石屋，可与其说是石屋，倒不如说是一个山洞。总之很是简陋。其实到了这种修为境界，该些殿宇简直再简单不过，然而他们却没有。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真的没有把此处的矿工当人来看。这位大哥，你说你何必呢？好好的受了这么多苦，快把丹药服下，能恢复一点是一点，否则明日你没办法好好采矿，怕是又要挨打了。少年一边说着，一边将那丹药送到了楚风的嘴边。可就在这时，一道传音却映入少年耳中：小兄弟，你是真是远古战族的少爷？不用想，这道传音是楚风传的。这里的房屋连门都没有，更别说结界之力了，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在远古妖族的监视下。楚风想要与这个少年谈论一些隐秘的事情，便只能选择暗中传音。你没事？少年惊讶，虽然楚风外伤很重，可是声音却铿锵有力，根本不像负伤之人，这让少年百思不得其解，感觉很是神奇。放心，我没事，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楚风继续问道。大哥，我战灵童从不骗人，我的确是远古战族的少爷，我的父亲乃是远古战族的族长。这战灵童倒也聪明，表面装作照顾楚风，可实际上却也在暗中与楚风传音交谈。那好，你回答我3个问题。首先，远古战族与远古妖族的关系到底如何？其次，远古妖族最强的家伙是何等修为？最后，你为何要来到远古妖族的地盘？楚风连续问出了3个问题，战灵童也是用传音的方法开始回答楚风的问题，这让楚风了解到了眼前的形势。首先，远古战族与远古妖族的确是世代敌对，二者平分秋色，唯有战海川出现的时候才压制了远古妖族，但战海川却并没有灭掉远古妖族。对于这件事情，战海川并未解释，所以莫说远古妖族，就连战族之人也不理解。而现在远古妖族最强的一位乃是5品无族，并且具备逆战4品的战力，但是这种实力让楚风比较失望。虽然5品无族加上逆战4品的战力的确很强，哪怕楚风恢复修为也是比不过，可是这种修为若是放在百炼凡界，简直太过寻常。莫说1等势力的那些人物，就算一些2等势力的高手，也可以与其一战，甚至更胜一筹。毕竟这里可是战族古域，战海川出世的地方，最强的家伙只是这个修为，未免太弱了一些。但是更令楚风失望的是，远古妖族的首领虽然已经够弱，可是远古战族的首领，也就是战灵童的父亲，却比远古妖族的首领还是不如。战灵童的父亲，当今远古战族的首领，虽然也拥有着逆战4品的战力，可是修为却只是4品无族，比远古妖族的首领弱了1品境界。若不是远古妖族一直忌惮着战灵童的爷爷，那位闭关依旧的存在，以及远古战族的防御大阵，恐怕早就率领大军去屠灭远古战族了。那么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呢？楚风了解形势后再度问道。这是他个人比较好奇的事情。我喜欢一个姑娘，她虽然是人族，可却不是我远古战族之人，我的家族一直不允许我和她在一起。这段时间，我远古战族与远古妖族争斗不断，远古妖族近几年越来越强，已经强行吞掉我族不好领地，而他虽居住的地方刚好也被远古妖族占据了。我想找他，就必须潜入远古妖族的领地。其实这个矿区，包括先前我们所在的枫叶林，以前都是我远古战族的领地，只是现在却提及此事，战灵童一脸的无奈与不甘。楚风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毕竟他是远古战族之人，而自己种族的地盘被他人所夺，那种心情肯定不好受。现在我被远古妖族抓到，还成了他们的奴隶，我真是太没用了。还好他们不知道我是谁。
否则若是拿我当人质的话，怕是孔令通一脸的自责。别这么想，我倒是觉得你很勇敢。楚风说道。我勇敢吗？战灵童问道。至少在我看来，你敢为了心爱之人冒此风险，便是常人所不能。相信你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楚风说道。你还真是惠安为人，只是我不明白，你是真的不知道远古妖族的事情吗？为何要这么做？孔令通对楚风问道。其实他是话中有话，他想问的是，楚风为何要在远古妖族面前逞威风，到头来弄得这么惨？我说我是百炼凡界的人，你信不信？楚风说道。别开玩笑了，你这个修为怎么可能进得来？战灵童说道。那我如果说我没骗你，我本来真的可以收拾这些家伙，你也肯定不会信。楚风再度问道。你伤势很重，还是把这丹药吃了，好好休息，明日还要做苦力呢。这山里的矿名为金武石矿，其中蕴含着天地能量，可是开凿起来却是非常吃力的，需要用特殊的工具，并且没有武帝的修为，根本就难以开采下来。相对来说，只有半祖强者开采它才会比较容易。你我都是武帝，明日开始怕是就要受苦了。战灵童显然不想继续这个话题，所以开始苦口婆心的劝楚风。也好，那你也早点休息吧。楚风不再多说，将那颗丹药吞下后，便闭目养神起来。对了，这是你的兵器。忽然，战灵童将邪神剑递到了楚风的身前。此刻的邪神剑看着很是寻常，甚至连寻常的半成地兵都不如，全然没有了那股滔天的杀气以及毁灭一切的力量。看着这样的邪神剑，楚风的内心很是复杂。邪神剑的凶险他见到过了，这剑比他预想的还要可怕，险些让他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但是若不是邪神剑，他又怎么会在孔氏天族脱逃出来？怕是已经惨死在那几位太上长老的手中了。不管怎么说，他现在不管是被封了修为也好，还是险些被夺取肉身也好，但是能够活着还是多亏了邪神剑。想到这里，楚风将邪神剑接过，收入了乾坤袋内。邪神剑日后他会谨慎使用，可是万不得已之时，也许仍旧能救他一命。楚风，我想到一个办法，也许可以破开界灵空间的束缚，解开你被封锁的修为。就在这时，女王大人的声音忽然响起。什么办法？楚风赶忙问道。要知道，这可是楚风现在最想知道的事情。当初在修罗界的时候，有一位前辈，他的修为也被封印了，后来修为恢复。我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按照他修炼的功法，反着来练就可以了。你现在也是修炼了神法玄功的，不妨试一试，也许有用。当然，那位前辈也曾明确的说过，逆练功法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很可能会走火入魔，甚至爆体而亡。你若是发现不妥，切勿赶快停止。女王大人说道。的确，修为被封，正常的手段肯定不行，也许逆着来就能突破关卡。这个方法必须试一试。楚风闭上眼睛，便开始修炼神法玄功。只不过这一次他是用反着修炼的。然而刚开始修炼，楚风便发出了痛彻心扉的惨叫声。逆转功法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楚风这样做了，那带给楚风的便是撕裂肉身，甚至撕裂灵魂一般的痛苦。这种痛苦简直是常人所难以忍受，哪怕楚风也是忍不住，所以才会惨叫出声。大哥，你怎么了？见状，战灵童赶忙来到楚风近前，紧张地询问起来。我没事，可能是药效发作了，你别管我，也许明日我的伤势就能痊愈。楚风此刻已是脸色苍白，满头大汗，然而却是对战灵童强挤出了一抹笑容。你说是那药的效果才让你这样的，可是疗伤丹药都是缓解伤痛的，你这怎么还越来越痛呢？战灵童显然不信，这就是你孤陋寡闻了。有些疗伤的丹药见效快，可是过程却让人难以承受，这就是所谓的长痛不如短痛。你不用管我，我会没事的。楚风说完这番话，便盘坐而起，闭上眼睛。下一刻，他便再度发出了痛苦的叫声。楚风没有停止，因为他已经发现这个方法有用。楚风的修为开始渐渐恢复，不仅如此，那种难以忍受的疼痛感竟然也渐渐的消失。这种情况之下，一切变得越来越顺畅，楚风的修为开始快速恢复起来。而见楚风不再发出惨痛的叫声，战灵童也才放下心来。然而当天还没亮的时候，便有2只妖族之人来到了楚风所在的石屋之外，而这2位倒是熟人，昨天最先报答楚风的就是他们2个。只不过此刻这2位手中皆是拿着一个长鞭，可谓来者不善。忽然其中一位甩动长鞭，落在了那石屋顶部，强大的力道直接在石屋顶部抽出一道深深的裂痕，无数碎石开始自石屋顶部落下，直接将正在沉睡的战灵童惊醒过来。大人，怎么了？战灵童见妖族之人出现，赶忙紧张的询问。怎么了？什么时辰了？还睡？快点给我起来工作！那2位没好气的吼道。原来他们竟是来催促楚风与战灵童工作的。大人，不是说好让我们休息一夜，现在天还没亮啊！战灵童委屈的说道。你给我仔细看好了，这么多人，除了累昏的，还有累死的，有哪个可以白白休息？若不是看那个家伙被我们打得惨，的确需要疗伤，我们怎么会让你们休息？看这家伙现在已经没事了，你们还想带着？没门！赶紧起来给我干活，否则我手中的鞭子可就不留情面了。那妖族之人一边摆弄手中的鞭子，一边凶神恶煞的说道，语气之中充满了不耐烦。他们全然没有把楚风和战灵童当人看，而是为他们效力的畜生，甚至连畜生都不如。战灵童无奈的叹息一声，便向楚风走去。先前楚风叫的厉害，可是现在基本已经不叫了，并且气色好了很多。在战灵童看来，楚风应该没什么事了。这位大哥，别睡了，快起来，我们该去干活了。战灵童赶忙走到楚风近前，开始呼唤楚风。等一下，楚风说道。眼下楚风正到了恢复修为的最后关头，自然不会在这种时候放弃。你说什么？而楚风这句话刚好被那2个妖族之人听到，
这两个家伙本来就对楚风充满怨念，见楚风竟然还敢如此猖狂，顿时面露怒容。给我闭嘴！再敢影响我，就废了你们！楚风睁开眼，瞪了一眼天际之上的两个妖族之人，随后便再度闭上了眼睛。大哥，你……战灵童傻了，在他看来，楚风这完全就是找死啊！那两个妖族之人也傻了，他们真是没有想到，昨日那样痛打楚风之后，楚风今日还敢如此猖狂，真是找死！忽然，其中一位甩起胳膊，一鞭子就向楚风抽了过来。然而，只见楚风手臂抬起，竟然直接将那鞭子给抓在了手中。随后，楚风猛然用力向后一拽，一股强大的力道便席卷开来，竟硬生生的将那个妖族之人给拽入了山洞之中。强大的力道更是炸得碎石纷飞，那位已经直接冲入了山洞深处，并且昏死了过去。你这家伙！见此一幕，另外一个妖族之人面露又惊又怒之色，再敢打搅我，要你们狗命！楚风这次开口，连眼睛都没有睁开，充满了不屑之意。你这混账东西，我打死那位妖族之人！气得脸色涨红，抡起手中的鞭子就对楚风出手。可是当他看到先前那位的下场后，他的动作却忽然又止住了。你给我等着！犹豫片刻后，他竟放下一句狠话，便赶忙转身离去。此刻这里除了那昏迷的妖族之人，便只剩下了楚风与战灵童。眼下战灵童可谓是又惊又恐，他惊讶的是楚风居然能够轻易的将那个半族给打伤，但是他更多的却是恐慌，毕竟这里是远古妖族的地盘啊！楚风在这里惹事，那当真就是找死！大哥，你又闯下大祸了，赶紧逃吧，不然他们不会放过你的！惊恐之余，战灵童对楚风说道：“莫慌，再给我片刻，我带你离开这里。”楚风说道：“大哥，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再说这些了，好吗？”其实战灵童想说的是，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再吹牛皮了，难道昨天挨的打还不够吗？楚风在说完先前那句话之后就沉默了，任凭战灵童再着急，却也是没有任何办法。而很快的，在天际之上，便有数百名远古妖族之人再度出现在战灵童的视线之内，为首的竟然是昨日那位五品半族，而在他的旁边还站着先前被楚风吓跑的那位你说的早饭的人，莫非是他？那位五品半族发现是楚风之后，面露怒容的看向身旁的妖族之人，以为自己是被骗了。大人，的确就是他，这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搞的，竟然只是一招就把妖风打昏了。先前那位妖族之人解释道，顺着那位所指，五品半族也是发现，在楚风所盘坐的山洞深处，的确有一个身负重创，并且已经陷入昏迷的妖族之人之后，他的目光也是变得凝重起来。小子，你到底是何来头？那位五品半族的开口问道。然而楚风却是没有回应，依旧盘坐在那里，闭着眼睛。我在与你说话，你难道没听见吗？下一刻，那远古妖族的五品半族顿时发出了比雷鸣还要刺耳数倍的声音。这一刻，山石开始滚动，虚空都在颤抖。可是哪怕如此，楚风依旧是不予理会。楚风虽然有恃无恐，可是那战灵童可就吓得不轻，对方的威压已经散发而出，乃是五品半族，这样的实力在他们的面前简直就是如同神灵一般。而眼下对方已经动怒，他真担心楚风继续装蒜会被直接抹杀，于是赶忙劝道：“大哥，你快起来说句话，跟他们道个歉吧。”而战灵童此话说完，楚风终于睁开了眼睛，并且在楚风的嘴角还露出了一抹微笑：“兄弟别怕，有我在呢。”说完此话，楚风便站起身来，扫视了一眼天际后说道：“人不够？你说什么？什么人不够？”那位五品半族问道：“昨日打我的人没到齐，把他们全都叫来，否则要你好看。”楚风说道：“你这个废物，昨日打你不够惨是不是？今日伤势刚刚好转，竟然还敢装蒜！”昨日打楚风的妖族之人既愤怒又讽刺说道：“伤？”楚风微微一笑，随后他脸上的伤势竟然开始急速痊愈。不过眨眼之间，楚风便化作了完好无损的模样，之前的伤痕一丝都没有留下。那不过是我故意玩的把戏，你们还真以为你们能打伤我？”楚风说道：“少在这虚张声势，今日我非要把你活活抽死！”先前被楚风吓跑的那位，似是因为有五品半走在身旁，有了底气，他竟然亮出一件半成祖兵，直接对楚风出手了，并且这一出手就是施展出了地境武技，强大的武力汇集成汹涌的火焰光柱，对着楚风便喷射而来。这一刻，战灵童吓得面如死灰，在他看来，这击若是击中，莫说是他，就连楚风也是必死无疑。给脸不要脸，楚风眼中寒芒闪烁，随后手臂抬起，猛然轰出的一声巨响传来，那火焰光柱便被轰散开来。与此同时，那位对楚风出手对于妖族之人竟惨叫一声，便向远处飞去，落地之时已是一动不动，生死未知，大胆！这一刻，那位五品半族也是怒喝一声，与此同时双手一翻，竟然亮出了2件半成祖兵。这一刻，他那五品半族的威压毫不保留地散发而出，身后更是乌云滚滚，雷鸣涌动，气息从天而降，使得战灵童寒意丛生，瑟瑟发抖。那不仅五品半族的威势，还有滔天的杀意。这位不仅是要对楚风出手，他还想要杀掉楚风与战灵童。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又是一掌轰出，与此同时，一声惨叫传来，那位五品半族的妖族强者竟如同先前那位一样，惨叫一声，飞向远处，落地之时一动不动。他并非生死不明，而是彻底死了。楚风之上一掌便将这位五品半族给硬生生的打死。这一刻，莫说战灵童，那些远古妖族之人也都被惊呆了。那可是五品半族啊！我本不想开杀剑，可你们如此对待我们人族，今日不让给你们留下一些血的教训，怕是你们日后难偿记性。楚风说完此话，目光之中忽然涌现出了杀意。而看到楚风那充满杀意的目光之后，天际上的远古妖族之人顿时不寒而栗。事到如今，他们才终于意识到，
眼前这个人族并非是虚张声势，他的确拥有着强大的本事，并且非常的可怕。快逃！不知是谁发出了这声呼喊，但这个声音一经响起，那天际之上的远古妖族之人便纷纷转身，向四面八方逃窜而去。今日此处的远古妖族之人休想全身而退。楚风说话之间，手臂抬起，对着虚空卷动，下一刻武力涌动，化作飓风席卷天际，飞沙走石之间，天昏地暗。那些准备逃窜的远古妖族之人一个都未能逃脱，全部被卷入飓风之中，在那飓风之中滚滚翻腾，发出惨烈的嚎叫。紧随其后，楚风拔空而起，大袖挥动，数道飓风开始在这浩瀚矿山之中浮现，将妖族之人尽数卷起。但值得一提的是，所有人族却没有一个被卷入那飓风之中，怎么回事？忽然之间发生的情况让所有正在挖矿之人都心生惊讶，一个个停止了手上的工作，不由得望向了天际。那是谁？人们都看到了楚风一脸茫然，因为眼下的天际相当混乱。浩瀚的矿山之中，一道道粗壮的飓风如同通天巨龙在空中肆虐，那其中不仅有妖族之人的惨叫，还能看到妖族之人在那风中继续旋转，互相碰撞，惨遭折磨的情景。对于妖族之人来说，眼下的情景宛如末日，而楚风是天际之上唯一站着的一道身影，并且这不是妖族之人，而是一个真正的人族。他们下意识的便觉得妖族之人此刻的惨状应该与楚风有关，所以对于这些饱受妖族折磨的人来说，看到此刻的楚风就如同看到了一位神一样。想不到这里竟然蕴藏着如此宝贝，这哪里是矿山，这明明是宝山。看来此行不虚啊，就算之前挨打也算是值了。然而在众人如看神灵一般看着楚风之时，楚风的目光却一直在这浩瀚的矿山之上扫动着。这浩瀚矿山蕴含着极为浓郁的天地能量，浓郁到超乎想象，比楚风这么多年来炼化掉的所有天地能量都要浓郁数倍不止。楚风大嘴一张，磅礴的吸力便笼罩于这浩瀚矿山之中。下一刻，只见那矿山开始颤动，大地如同地震一般，所有人都难以站稳，不得不拔空而起。这是怎么回事？而看着此刻矿山的变化，人们更是神色大变，目瞪口呆。只见道道肉眼可见的天地能量，正如倒流的瀑布一般，自矿山各处溢出，纷纷向楚风汇集而去。大哥他竟然在炼化矿山之中的天地能量，他是怎么做到的？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战灵童也被惊呆了，毕竟这矿山以前是他远古战族的地盘，他深知这矿山的厉害，这矿山内的矿的确蕴含着极强的天地能量。正因如此，开采起来太特别麻烦，开采的工具必须是特制的，开采的人至少要有5地的修为，但最重要的是，开采而来的矿石必须进行特殊的炼化，才能够提取出天地能量。而楚风竟然直接吞噬，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快的，那肉眼可见的天地能量开始停止溢出，而这座浩瀚的矿山也是失去了原有的光芒，不仅看上去没有一丝特殊之处，甚至连寻常的山脉也是不如。他竟将这矿山内的天地能量全部吞噬了。众人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已经出现了恐惧，在他们看来，这绝对不是人能够做到的事情。而楚风倒是异常满意的抹了抹嘴，对于他来说，此刻就如同饱餐了一顿美味，并且这美味可谓是极品中的极品。虽然无法估量，但是在楚风看来，此刻他丹田内所汇集的天地能量至少足够他突破到真仙境了。想一想当初在五至圣土的时候，为了寻找一些天地能量，楚风是费了多大的劲，那个时候他绝对不会想到有朝一日在他的丹田内会汇集如此多的天地能量。但是忽然楚风注意到下方的人群全都没有走，而是站在半空之上盯着他。你们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走！难道还想继续被奴役？楚风站在天际，声音如雷一般震动四方。敢问大人，您是远古战族之人吗？那些人族之人对楚风问道，但却没有人逃走。他们不是不想逃，而是不敢逃，毕竟这里可是远古妖族的地盘。你是何人，竟敢来我远古妖族闹事？而就在此时，一声怒喝自矿山之外响起，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很快的飞入矿山之中，是镇守在此处最强的那位远古妖族，那位6品半祖。看到这位出现，人们皆是面色苍白，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在此处被奴役已久的他们，深知那位的恐怖，这可是真的是一位杀人不眨眼的存在。然而楚风看到这位之后，却是丝毫不惧，只说出了一个字：滚！狂妄小贼，竟敢如此与我说话，今日非要将你碎尸万段不可！那位亮出半成祖兵，便要对楚风出手，并且他杀意弥漫，竟然是要杀了楚风。然而只见楚风一拳轰出，只听砰的一声，那位6品半祖的肉身便爆炸开来，他竟然只是一击便将其斩杀。众人目瞪口呆，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之色。他竟然真的如此厉害，尤其是战灵童，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昨日楚风挨打，他是亲眼所见，然而今日的楚风与昨日相比，简直是天差的别，完全就是2个人。尤其是那等舍我其谁，完全不将对手放在眼中的气势，就算在他远古战族之中也是非常少见。而如此年轻的人，还有如此实力、如此气势者，更是他平生第一次看见。你们还不逃，莫非是想一直做奴隶吗？楚风再度对那些人族之人说道。眼下妖族之人尽数被他控制，可这些人族之人竟然不逃，这让楚风很是不解。这位大人，求您带我们走吧，否则我们怕远古妖族报复我们啊，到时候我们的下场肯定更惨。大人，求您带我们走吧。那些人族之人竟然纷纷向楚风下跪。这些日子他们已经受尽了妖族的欺凌，对妖族非常惧怕。眼下楚风的出现对于他们来说无疑就是救星，
他们怎会独自逃脱？自然想紧紧地抱住这个救星。楚风，虽然你恢复了修为，可若真的遇到远古妖族的高手，你还是不敌。这些人太过累赘，万万不能带上他们。女王大人劝道。可是我却不能见死不救，毕竟这祸端是我创下来的，不能让他们替我背锅。楚风说道。那你打算怎么办？真的要带上这些累赘？女王大人问道。若要带上他们逃走，倒也不难，只是在此之前，我还有事想做。楚风说道。做什么？女王大人问道。帮战灵童找回他的爱人。楚风说道。这种事情你也要管？女王大人很是诧异，也很不情愿。我觉得他很勇敢，而且我非常清楚失去爱人的滋味是一种什么感受，所以这件事我做不到袖手旁观。话到此处，楚风袖袍对着虚空又是一阵挥动，下一刻，那些妖族之人的惨叫声也是越发的刺耳。只不过很快的，妖族之人的惨叫便彻底消失了。楚风并没打开杀戒，他只是杀了那个6品半族以及那个5品半族，那2位此处最强者。至于此处的其他妖族之人，楚风只是让他们身负重创，至少无力再欺压这里的人，更是无力逃脱此处，已经无法再对此处的人族造成威胁。为何不直接杀了他们？女王大人问道。以战海川前辈当年的实力，完全可以将这个所谓的远古妖族覆灭，但是他没有那么做。我相信这是有原因的，不清楚这个原因之前，我不能对远古妖族赶尽杀绝。楚风说道。那你为何又杀了那个6品半族和那个5品半族？女王大人问道。他们先前对我动了杀念，若是我的修为不如他们，现在死的就是我。对于想杀我的人，我没有留情的理由。楚风说道。行吧，你总是有你的道理。女王大人很是无奈的说道。兄弟，你过来。楚风看向了战灵童。大哥，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厉害，你简直就是我的偶像。战灵童来到楚风身前，看向楚风的目光变了，就连说话的语气也是变了，语气之中充满了敬佩与崇拜的味道。少拍马屁，告诉我，你可知道你那心爱之人现在何处？楚风对战灵童问道。知道，当然知道。战灵童连连点头。为我引路。楚风说道。大哥，你莫非是要帮我去救他？战灵童面露喜色。别废话了，带我过去。楚风说话之间，便带着战灵童拔空而起。大人，您不能弃我们而不管啊！见状，那些人族之人再度哀嚎起来。此处的妖族之人已经无力伤你们，你们尽管留在此处，我会回来接你们。楚风说完此话，双手开始摆动，道金灿灿的结界之力便自其体内散发而出，瞬息将这座矿山覆盖。那是双重结界，一重隐藏，可以将矿山内的真实情景覆盖；另一重是防护，能够防止外人闯入其中。而随着楚风的修为增进，楚风的结界之力也在变强，所以别看这防御结界只是楚风随手布置，但是修为在9品半族以下者都休想轻易破开。大哥，你还是界灵师，你简直太厉害了，我越来越崇拜你了。战灵童把一切看在眼中，对楚风的崇拜之意更深了。别拍马屁了，赶紧带路。楚风说道。那边，战灵童指路道。而他话音刚落，楚风与战灵童便一同消失不见。楚风在战灵童的指路下，运用青龙疾行术，快速在空中奔腾着，速度太快，如战灵童这等修为，连周围的景色都看不清。每次指路的时候，都需要楚风停下，他才能继续辨别。但是战灵童却能看清此刻脚下的这条青色巨龙。大哥，我若没有认错，你这条龙是秘籍吧？战灵童问道。的确是秘籍，看来你见过秘籍。楚风笑着问道。能够一眼认出秘籍者，多半是见过秘籍的，否则只是怀疑，不能如此确定。当然，我远古战族之中传下过3种秘籍，第1种秘籍为远古战剑，第2种秘籍为远古战枪，第3种秘籍为远古战斧。据说这3种秘籍可是我远古战族先祖所创造，威力非常强大。不过3种秘籍与你这秘籍不同，施展起来非常耗费体力，往往施展一次就会耗尽体力，但是威力却的确很强。战灵童说道。还有这样的秘籍？楚风不仅有4项秘籍在身，还有5行秘籍，可楚风施展起来都是轻松自如，没有战灵童所说的施展一次就会耗尽体力的时候。大哥，我不瞒你，远古妖族首领忌惮我爷爷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爷爷掌握着我远古战族的3大秘籍之一——远古战斧。战灵童说道。莫非那远古战斧能够在同等修为、同等战力之下决定胜负？楚风好奇地问道。虽然如今的远古战族不强，可远古战族毕竟出现过战海川那样的强大存在，况且直到现在，楚风对远古战族也不了解，但他隐隐觉得远古战族不容小觑，至少曾经很强，所以对于远古战族的秘籍，楚风也很是好奇，好奇到底有着怎样的威力。不，我爷爷的修为和战力与我父亲一样。战灵童说道。这么说来，你爷爷的修为也比远古妖族的首领弱上1品。楚风很是惊讶。是的，不过我爷爷在闭关，如果这次能够成功突破的话，远古妖族将再也不足为惧。战灵童说道。这么说来，你爷爷掌握的秘籍远古战斧能与比他实力高出1品的人一战？楚风问道。这么说吧，远古战斧对人的消耗极大，这不仅仅是对武力的消耗，甚至可以消耗本源、消耗灵魂、消耗生命。只要我爷爷愿意，可以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去施展远古战斧，而这时远古战斧的威力，哪怕是远古妖族的首领也承受不住。战灵童说道。想不到你远古战族的秘籍竟然如此厉害。楚风很是吃惊，他的秘籍现如今虽然也很强横，可是显然不具备战灵童所说的那种威力。虽然是以牺牲自己为前提，这个代价的确很大，但是能够战胜比自己高出1品的对手，依然很令人吃惊。别感叹了，你的秘籍是谁创造的？是清玄天。他创造这秘籍的时候，修为并不是很强，所以秘籍自然也就不会很强。可是人家这秘籍不一样啊，
可是远古战族先祖所创。别看远古战族现在很弱，但我觉得他们的先祖可不是寻常的角色。若是巅峰时期所创，那秘籍的威力自然就非你掌握的那些秘籍可以比的。说实话，你的秘籍现在之所以还有着如此强大的作用，那是因为你自身实力不凡。若是换作常人，也许你现在的秘籍连竞技武技都是不如。毕竟秘籍的强弱，除了与创造者有关外，与掌控者的强弱也有着很大的关联。女王大人开口说道：“的确，对于女王大人所言，楚风不可置否。远古战斧如此厉害，那是不是3个秘籍之中最强的一个？”楚风再度对战灵童问道：“并不是，远古战斧乃是3个秘籍之中最弱的一个。”战灵童说道：“竟是最弱的。”此刻莫说楚风，就连女王大人也是一脸的惊讶。是啊，3大秘籍最强的乃是远古战剑，第2强的便是远古战枪，第3强的才是远古战斧。远古战枪被战海川大人征服，至于远古战剑，至今为止无人能够征服。战灵童说道。